穿成白月光的替身后，我扑霸总，既然你把我当成他，那就先发个腹肌照来看看啊！你连我都勾引不了，还想勾引他？我穿成了虐文女主，在文中我是白月光的替身，被霸道总裁毫无尊严的对待，还一心一意为他付出。我要给他做家务，给他煲汤，为他暖床，忍受他朋友的明嘲暗讽。最后白月光回来，拼命欺辱我，而他为了取悦他让我滚，最后在我得挨虐死后才痛悔莫名。我只是丢了命，而他弄丢了他的爱情。我决定走一条从未设想到的道路。目前剧情刚刚开始，林月给了我30万1个月，让我做他的替身女友。林月外形还是很不错的，符合霸道总裁的所有想象。你以后就住在这里，照顾我的起居，每天等我回来。我还要上课，退学。原女主就是退了学，一心给他当家庭保姆，跟社会脱节，一点退路也没有。我自然不想走他的老路。林总，我打听了一下，您会选择我，是因为我长得像您的白月光徐珊珊。您既然这么爱他，忘不掉他，怎么会找替身呢？这不是玷污了您的爱情吗？正想把我摁倒在沙发上的男人愣了一下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。男人最好的聘礼是忠诚、清白和贞操。徐姐姐只是出国了，不是死了。她要是回来知道你有过情人，她该有多失望。恕我直言，在我们女生圈子里，您这种情况会被称为烂黄瓜、下贱、不值钱。本来有破镜重圆的希望，这下也没有了。林月猝不及防听了一场难得课程，不要想着欺瞒他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严肃地摇摇食指，而且我们之间是金钱来往，如果发生了关系，您这个就属于嫖，已经在刑法的范畴内了，对您的个人形象和公司股价都不是很好。那你收钱还这么快？他淡淡地瞥我一眼，出于谨慎，起身放开了我。我是想拯救您，既然我拥有您梦寐以求的脸，可以抚慰您失恋的心灵，那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当然不是用卖身的方式。你不想给我当情人，你打算怎么抚慰？我可以帮您练习如何追他。我换了个坐姿，原作中说我仰视的时候特别像他。您不要想着我是替身，你要有信念感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徐姐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他现在在这里，您会怎么样？林月抽着烟，眼神有些迷离。他从没来过这里。呵，没用的舔狗。看，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我温婉笑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林月沉醉于我昏灯下的容貌，侧脸吻过来。我一把拍飞了他。在女生没有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亲吻是猥亵。我的眼神变得凌厉，下巴微微一扬，去卫生间把衬衫弄湿，露出腹肌。林月尚且沉沦在刚才那一巴掌里，满脸写着震惊。我强硬地把她拉起来，推进卫生间，拍下了腹肌照。我精心给她打理过，衬衫扣子还扣错了一粒，人鱼线蔓延进黑色皮带下，西裤黑皮鞋，禁欲又色气。徐姐看了都说好。我把手机丢给她，发给她。林月眼神游移，我做不到。您是不是没有追过女生，没有谈过正常的恋爱？林月眼中闪过一丝狼狈和恼火。我舔了舔唇角。那这样，我来做您的专属恋爱陪练，模拟徐姐跟你互动，告诉您怎样做更能讨女生喜欢。您既培养了恋爱技巧，也有了恋爱经验，以后再去向徐姐表白的时候，不会这么一筹莫展。而且我们这个走合同的，属于纯商业性质，不掺杂一丝情感，也不会有肢体接触，对您的清白没有影响。林月考虑了一下，行吧，那现在我要回去了，您开车送我。什么？我看了眼表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天太晚，女生回家不安全，您得送。而且我现在可是徐姐，您不能拿司机敷衍我哦。林月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拿车钥匙把我送回学校。我把微信改成徐珊珊同款，给她发消息。今天很乖，林月，晚安。渣男都是惯的，你为他付出，还赔上感情，他觉得你下贱。你设立有利于你的游戏规则，立好规矩，然后坦然地赚他的钱，他就很有礼貌，甚至还要谢谢你。第二天，我主动给他发了早安，林月也回了早，留言中午约。我捯饬了一下，踩着点坐上了他的宾利车。今天表现不错，回微信很及时，邀约也主动，开的车很给我面子。就是我微笑着打量着他，就是什么？您这个头发要理一下了。我看了足够久，状似礼貌地挪开视线。林月第一次感受到了女凝，有点惶恐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之后全程都在不自觉瞟后视镜，看自己的发型到底哪里有问题。其实目光是一种权利，男人总是在审视女人，他们的眼神为女人设立了规定，比如什么是美，什么是性感。我对林月肆无忌惮地评头论足，只是为了告诉她我们之间谁是爹。后来在餐桌上，我也保持住了这个状态。餐厅很好，饭菜很可口，你也非常绅士，但是我感觉您不太会逗女生开心。您跟徐姐在一起也这么沉默寡言的吗？林月略显紧张地咳嗽了一声。我不太清楚跟女生聊什么。夸我。我身体前倾，看着她的眼睛，她有点懵了，脸上微微泛红。你今天很漂亮。继续。她扭过头，你的穿着打扮很朴素，很清纯，增加了一点点细节，比笼统的夸赞要好。还有呢？她憋了很久。你的口红色号很好看。我看她实在憋不出来了，低头切着牛排道：今天上午忙吗？还可以。跟我讲点公司里的事情吧，我特别想知道，我没见过别的总裁，就认识你一个。我托着腮，特别真诚地看着他的眼睛。林月开始讲他的工作，我就负责引导和夸赞，不知不觉他就跟我讲了很多。末了我指点他，看到了没有，你要去引导对方讲自己的事，然后不停地夸他，他就会愿意跟你分享，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。林月举一反三，那你早上在干什么？想你。我张口就来。他眼神闪烁，掩饰性的扭过头去，俊脸微红。我连眼施施然切着牛排，一点小话术。我对这次约会基本上是满意的，原作中我这个替身从来没有跟他约会过哦，一餐正经的饭都不配吃哦。这不是他爱不爱我的问题，是我在他心里
到底还有没有做人的基本尊严，值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问题。想到这个，我就让他给我拎包，话里话外指责他没有眼力见。堂堂总裁拎着我的帆布包，样子好看是好看的。回宿舍之后，林静迎面就泼我一杯水。唐心柔，听说你攀上我哥了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呀。林静是林月的妹妹，每一个虐文女主的背后都有个跟着她哥一起作践她的极品小姑子。徐珊珊是他们青梅竹马的朋友，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。她觉得我高攀了她哥，原作中对我动辄打骂羞辱。你以为你长得跟珊珊姐很像有用吗？给人当替身，你一辈子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替身。我抹了把脸上的水，打通了林月的电话，没有哭也没有闹。我问她晚上有空吗？有。想去哪儿吃？下馆子没有诚意呀。我舔了舔唇上的水珠，当着林静的面说，晚上我去你家，你做给我吃啊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林静破防了，叫得像只开水壶。我哥怎么会允许你去他家？他喊你做饭吃，他疯了吗？你凭什么？我扯高了唇角。你猜？贱女人，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毕不了业？林家确实家大业大，很有势力。很快我就被导师叫去，他义正言辞批评了我的作风问题。我招你是来做学术的，你却在外面傍大款，搞得满城风雨，声势浩大，成天豪车来去，你的心思还在学习上吗？原作中，导师帮着林静折腾原主，把他的名声搞得很差，导致他只能退学，变成了林月的金丝雀。我是项目没做，还是数据没记？哪一次实验我不是留到深夜？我质问他，这么大顶帽子扣我，林家的臭脚就这么好捧？导师掌握着每个学生的生死前途，哪里被这么对过？火冒三丈的把我赶出了实验室。已是深秋，天气很冷，我站在走廊里，突然发觉我的衣服还是湿的。隔壁徐副教授看我可怜，把我领进办公室，给我找了件干净衣服换上吧。我看着他斯文肃静的面庞，依稀记起他叫徐之秋，是原作中为数不多对女主释放过善意的配角。可惜笔墨不多，只知道他一直卡在副教授这个职称，升不上去。得罪了导师，你可能真的拿不到学位证书。他给我泡了杯热奶茶，拿到了又怎样？研究生毕业照样失业，现在工作可不好找。况且我是个女生，真要往学术圈发展，这其中的滋味，徐老师您是最清楚不过的。我捧着咖啡，眼神往他身上一转。徐老师，我手头有个项目很有前景，客户都是现成的，你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晚上林月开车来接我。林静欺负你了？林静很喜欢打电话告状，在林月面前讲我坏话，我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导致林月越发厌恶我，看清我。他很依赖您，看您对我比较照顾，心里舍不得您这个哥哥，没关系的。不过，我恰到好处的停顿。不过什么？林静很想往娱乐圈发展，不好好读书，到处试戏。她原本成绩很好的，三言两语让林月蹙起了眉。原作中，林静后来居然当影后去了，什么鬼东西，还是顶流，日入208W，怎么好事都让你们林家人撞上了？我打定主意要改变她的命运。我们班上像她这样的家世，一般都出国深造了。你说的对，林月深以为然。赶紧的把她送出国，读她个3、4年，等她回来都多大年纪了，娱乐圈可容不下她。我们去了趟超市，然后回到林月的郊外别墅里。现在的女生都很娇贵，特别像是徐姐这样，你把她追到手，肯定不是为了让她烧饭做菜伺候你，对吧？到时候会请阿姨。林月很自然地说。我冷笑，特么的，你现在倒知道请阿姨了？怎么原作里我给你煲了3年的汤啊？男生会做饭是很大的加分项，一般也会被认为顾家有情调。您在情调这块比较劣势，因为工作原因很少能有大块时间陪伴，那我是建议您多多下厨，多多做菜。林月脱掉了西装，在白衬衫外扎上围裙。在外面留学的时候有做过，现在都生疏了，我都快等不及了，快让我验验您的手艺。我坐在吧台的高脚椅上，懒洋洋地拖着腮旋转着，看他在里面忙活。哎呀，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终于轮到他为我洗手做羹汤了，美得嘞！林月留过洋，做西餐的手艺居然挺不错，我表扬他。色香味俱全，大问题没有，您只要弄清楚徐姐喜欢吃什么，然后投其所好就可以了。她喜欢吃辣，吃重口味的。林月的眼神有些怀念。原作中我给她做了3年的菜，她都不记得我的口味。白月光一回来就点了个水煮鱼，让我这个痛经体质一起吃。可见不是记性不好，就是心思没花在我身上。也是，谁会记一个倒贴女奴爱吃什么呀？我搅动着鸡茸蘑菇汤，这不大健康，您可要费心一些营养搭配了。您做菜奶油芝士放得很多，血脂还正常吗？啊，林月愣了一下。我看您平常工作很忙，也没什么时间运动，吃的大鱼大肉还要喝酒，您上次体检报告怎么样？林月郑重起来，还可以吧？您也快奔3了吧，年纪不小了，要注意保养了。林月愕然，似乎从没想过会被我这个清纯女大学生说老。不过现在生物科技很发达，可以让你一直保持25岁的生理状态。硅谷那边的大佬圈子里很流行配个专门的私人医生团队，用各种补剂和药物维持精力。我们院里就有个教授引进了这个项目。林月一开始没什么兴趣，但我知道他所有的问题：睡不好、胃病、过敏体质。我一直扑他，说他看起来黑眼圈重，整个人没精神气儿，眼角都有皱纹了，可见是湿气入体啊。然后在时机成熟时，把徐之秋推荐给他。我们院就是生化环材4大天坑里面的第1坑，徐之秋做药物研究，给他开了点补剂，让他回去吃。他感觉还不错，徐之秋又给他组了个私人医生兼营养师团队，每天监测他的身心状态，然后给他喂药。我也没闲着，跑前跑后注册公司，挂在我们院里，拿到了大学生创业政策补助，背靠学校把各项许可证批下来。等林月和徐之秋签合同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赛博生物科技的联合创始人了。我最近确实感觉身体好了很多，睡眠质量很好，白天起来也有精神，注意力提升以后，处理工作更轻松，每天还能挤出时间锻炼。
林月容光焕发地看着我，我冲他微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徐教授是专业的。那么具体费用是多少？林月看向他，200万。徐之秋缓缓勾起唇角，1年200万。签下第一个单子后，我和徐之秋约了个馆子庆祝。你老板知道你跟我一起合伙后发了痛火。徐之秋告诉我，我们研究生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。还有这种事？他今天倒是打电话让我过去继续上课。导师听说我创业了，还签了林家的大单，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弯，从未有过的热情好说话，还明里暗里问我为什么不找他。我直接告诉他，创业我只考虑跟女生合伙，女生心细、谨慎、情商高、同理心强。导师曾经当着我的面说过，下一届再不招女生反正都要去傍大款，他以后只招男的。徐之秋又问，那你打算回去吗？我摇摇头，上学说到底是为了工作，我已经有工作了，我有公司要管，我让他可以把我的学籍直接取消，我无所谓。徐之秋略微诧异，然后笑了。就算他同意，院里也不会同意，院里还要让你做优秀毕业生致辞。也祝你早日升任教授。我俩碰了碰杯。其实我做的事情跟原作没有两样，尽心尽力地照顾林月，让她身心舒适，让她没有后顾之忧。不一样的是，原作我亲自洗手做羹汤，现在我找了个专业团队来做，中途还敲了他一笔，顺道成为了学院的明星，从此再也不是中途肄业的苦情菟丝子。妈妈型的付出和牺牲是不值钱的，男人不会因为这样就爱你，因为掺杂了感情，男人还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魅力，他们值得，而你很傻很天真。我始终不懂为什么虐文女主总在照顾男人，这似乎有一种东亚式的规训在里头，爱谁就做他的妈，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女性美德。可这要真是美德，男人自己怎么不践行呢？男人怎么不做女人的贤内助，而要去打拼事业，然后飞黄腾达，在外面莺燕燕？我钦佩贤内助们，但我做不到。我不爱照顾人，尤其不爱照顾男人，男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要我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我的时间也很宝贵，所以我选择跟他们一样爱钱爱财，权欲熏心，还贪恋年轻美色。就像那不勒斯4部曲封面上写着的那样，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。1个月到的时候，林月给我打钱，我拒绝了。我开玩笑的，林总，您是林静的哥哥，我觉得您人挺好，想跟您交个朋友而已，怎么可能真要您的钱呢？清纯小白花唐心柔可以为这个价钱委身做你的情人，无怨无悔，临走还不带走你一个子，婊子的名声也背了，好处是一点没有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赚你的钱，还要堂堂正正走公账，把我从替身情人这个身份中彻底洗出来。我把他给的30万换作哈雷摩托送还给了他，他特别惊喜，高兴得像孩子，看我的目光闪烁。隔天我就收到了一堆奢侈品，迪奥新款的包包，香奈儿的项链，宝格丽的手镯，挺好，不枉我教他当男人要大方。小白花唐心柔清纯朴素，换而言之，他不怎么花钱。现在他知道要给我花钱了。社会地位的低俗游戏中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标价的，你是什么人，配什么规格的礼物，享受什么样的对待。我给您送礼，因为您是我们的大客户。我发微信语音给他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祝贺你创业成功。林月的声音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冰冷，那我就敬谢不敏了。周末我带你去试试新车。我陪他去飙车玩的时候，遇上了他的朋友。哟，这是谁？你的小晴啊，长得跟珊珊真像啊。林月显然有些尴尬，我则镇定自若地从包里掏出了名片递给他。我是赛博生物的小唐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林月哥们看了眼名片上创始人的头衔，主动跟我握手。我姓宋，叫宋明。哦，这又是个傻 X 男配，林月的发小。觉得林月和徐珊珊可惜，唐心柔趁虚而入恶心，看他哪不顺眼，配不上他的好哥们。同时觉得唐心柔既然当了女奴，林月但凡有个什么事儿都是他的错，将他毫无尊严的呼来喝去。他们在外面喝花酒喝醉了，还要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去接人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玩车了呀？宋明问林月。林月看了眼我，小唐送了我辆哈雷。对呀，反正用你的钱。我腹诽着，笑得端庄得体。他平常没有什么休闲娱乐，一直在工作，我觉得他有点太紧绷了，希望他多尝试一下速度与激情。宋明嚯了一声，好家伙，怎么没有这样的大美女送我车呀？林月，你小子艳福不浅，富婆呀这是。我装作很吃惊的样子，我跟林总不是那样的关系，我们只是有业务上的来往。宋明依旧贼眉鼠眼的在我俩中间乱窜。你俩什么业务？我能加入吗？高端医疗。我笑了笑，宋先生感兴趣的话，我一会儿让我助理把公司简介和项目简介发给你。听见助理，宋明终于信了，收拾了脸上的玩世不恭。他可以对林月的情人呼来喝去不礼貌，因为情人是玩物。一位并无感情纠葛又有生意来往的年轻创始人就不同了，都是社会上混的，男人很会看碟下菜。他们一群人每个都带了女伴，我跟他们一样打扮时髦，满身奢侈品，但是我们之间又泾渭分明。最明显的是吃饭的时候，宋明敬我茅台。我不会喝酒，我推辞。我会喝，一瓶茅台不是事儿，但我不会为了男人喝一滴酒，他们跟我有个屁关系。我来吧。林月站起来接过他的杯，在众人的起哄声中一饮而尽。这么绅士啊，你教得好。林月也很高兴，我坐他身边，他很有面子。回去之后，我真把项目书和公司简介丢给了宋明。这个套餐是林总也在用的，您可以了解一下，询问一下他的使用情况。宋明这个人特别好色，我委婉地说，我们可以保证他的性生活体验特别好，他非常开心，就跟我签了单。我跟林月的朋友出去玩了几趟，把他们都变成了我的客户。这也是我不能理解虐文女主的一点，已经能够接触到上流社会的资源，却什么事情都没搞，似乎除了受虐什么都没想。反正大家都觉得你冲男人的钱，那你特么倒是狠狠捞点他们的钱啊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
年底分红，我在市中心买了套大平层，乔迁至我特意请林月过来吃顿饭，领着她到处看看。刚毕业就能买得起宋元的房产，你应该是你们这届当中的佼佼者。林月的眼神充满赞许，我笑而不语。我怎么知道这房子好？还不是原来他选中的。原作中大概这个时候，林月把唐心柔安顿在这里。3年后，白月光回来，唐心柔就拎着个手提箱走了。她离开了这处豪宅，心里只有她逝去的爱情。她怎么不想失去的3年青春？好歹要套房啊！我把房产本丢在茶几上，透过落地窗俯视灿烂的江景。落日下，林月还要敬我一支香槟，美得嘞。开春我忙着拉投资，在林月家的晚宴上碰到了她母亲。这位就是唐小姐吧？一直听林月谈起你，想跟你见一面，都约不上。珠光宝气的夫人对我和颜悦色，我也和和气气。我的锅，原本上礼拜是要拜访您的，但临时接了个任务，实在脱不开身。她荣获了市杰出青年代表，去市里开会了。林月站在一旁对她妈妈介绍。林夫人的眼睛微微睁大，阿月，你从哪里遇见这么优秀的女孩子的？太厉害了，看上去年纪好小的。我是林静的室友，一开始林先生跟我攀谈，说是因为我长得特别像他一位故友，让他很有亲切感。说着，我看向林月，林月连忙咳嗽了2声，给他妈递眼色。林夫人笑道：哦，你说珊珊啊？珊珊是我们从前的邻居，她呀，性格太跳脱，太自我，远远不如你稳重。你们俩眉眼有点相似，但女人嘛，总归是看气质的。哦哟，我想起原作里林夫人每次见我都高高在上，还花钱让我离开她儿子，心里觉得很好笑。徐珊珊原本才是他心中的完美儿媳，我这个冒牌货让他觉得掉价。前妻一门心思要把我打发了，后来实在赶不走，就每天挑刺，要不就是嫌弃我做菜盐放多了不健康，要不就是给他洗的衣服没用天然香精熏够，让他过敏。总之我是林月小妈，她是他亲妈。亲妈觉得小妈伺候的不够好，恨不得亲手上。每回大宅我就跟个下人似的，这么大个大户人家，我吃了2颗西梅还要看他的眼色。与其说抠，不如说破，疯狂贬低你的尊严，加重你的不配的感。林夫人此时此刻亲热地挽着我的手，把我带到一边。原来她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林月向她安利了生物黑科技。她已经50多岁的人了，对延迟衰老的追求更加迫切。我们主要面对的是年轻的高净值客户，因为年纪轻不容易出事。不过我和林月是很好的朋友，你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我肯定尽量满足。送上门来的钱不赚白不赚，只是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么好的效果，日常养护也没有办法替代医院，平时就水水，出了事儿赶紧送住院，再给他多买几份保险。我心里已经有了全套定制方案。林母热情道：没关系，阿姨想试试。那我能说什么呀？当然是含泪签了单，因为他年纪过大，还把价格翻倍了，一年挣他个400万。忘了说了，原作中唐心柔不但伺候林月，也伺候林月他妈，变招反而给他做美食，每探望时还送保养品。他得到的待遇是不准上2楼。大宅里有徐珊珊的空房间，唐心柔却不能住哪怕1个晚上。他们在一起第1个春节，唐心柔在后厨忙到半夜，最后他妈告诉林月已经喝醉睡下了，让他收拾完回去。他一个人走在新年的钟声里，走在白茫茫的大雪中。当天晚上林母邀请我住下，我跟着他上楼看了看传说中的2层。怎么样，这个房间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我仔仔细细审视了一番，直到这位贵妇神色紧张起来。算了，阿姨，我还是回去了。我非常失望地拎着包扭头就走。她的脸色一刹那变得煞白。我对她的房间不满意，觉得配不上我，而我这辈子都不会告诉她哪里不满意。她得战战兢兢地去猜，就像原作中的唐心柔猜她的心思一样。过了段时日，林母又来找我了。我跟秘书说，叫说我在开会，把她带到会客室等着。好的，唐总。我也没什么坏心思，就是晾晾他，不想他一叫就狗一样奔过去。原作涉及他的都是非常狗血的剧情。我那么努力奋斗，就是希望他们找我辞境的时候，至少得过保安和秘书。哪怕他要甩我1000万让我离开他儿子，我身边都得站着法务，这样画面会好很多，符合我的风格美学。我玩了会手机，出去找他。阿姨好，刚散会。林母手上带着炖盅，听说你容易肚子痛，阿姨给你炖了点补气养血的燕窝羹。这么客气，什么事啊？阿月和静静吵架了。他唉声叹气道，静静一门心思想进娱乐圈，想当女明星，阿月呢，铁了心想把她送出国好好读书。这个我清楚。不但清楚，一开始还是我向林月提议把林静送出国的，后面也没少推波助澜。阿月也真是，非得赶鸭子上架干什么呢？当个女明星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。娱乐圈男女关系比较混乱，林母改了口。静静跟他哥吵了好几次，阿月都不松口。今天他本来是要飞去美国的，结果居然离家出走了，至今联系不上他。你是他的室友，你知道这孩子跑到哪里去了？我转了转笔，阿姨您不要着急，我联系他试试。我转头就问了之前的室友林静现在人在哪里。原作里他们经常跟林静一起针对我，因为我勾引了人家哥哥，臭不要脸，给人当情人。在我传来以后，这种情况就好很多了。我跟徐教授一起开了公司，徐志秋今年果然提了教授，而他们毕业了，工作不好找。我招了其中2个家庭条件普通的，变成了他们的老板。他们现在管我叫唐总。我盯了他们，他们很快给我转了林静的位置。我开车过去，林静正在酒店里哭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都是你这个贱人怂恿的我哥。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，我怎么知道他会放在心上？我清白无辜道，就因为我们是同宿舍的，他现在老把我跟你比较。林静哭哭啼啼，抹着眼泪，浓妆都花了。有什么可比？你什么档次，跟我放一起比？大4那年，你在搞男人扯头花，我在资本圈纵横组局，开玩笑。我往沙发上一靠，翘起了2郎腿，疯狂扑他。你现在怎么个想法？是铁了心要进娱乐圈？我是不会去念书的。
念书有什么用？你自己都中途退学了。我给自己倒了杯龙井，我毕业证是拿了的，还做了优秀毕业生致辞。反正我要去演戏。林静道心智坚定，让我无言以对。他让我开始信命，可能他确实是当影后的命吧。我眼珠子转了转，那你打算不回去，在外面一个人打拼？我马上要进组拍短剧，华汇的经纪人已经联系我了。我吃了一声，华汇的老板就是他们一姐，你进去一没资源二没背景，你还是大花的长相，跟他同品类，人家怎么可能捧你？你这辈子都屈居人下，而且华汇酒局很多，你能狠得下心陪梅老板睡觉？林静被我噎住了。这大小姐啊，虽然在学校里为非作歹，仗着姓林鼻孔朝天，但离了他哥屁都不是，只是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小丫头片子。我盘算了一下，我回去跟你哥说说，给你开个公司，他会愿意？他不开，我给你开行了吧？我冷哼一声，在林静敬畏的眼神中离开了。到林月那边，我换了个话术，他执意要进娱乐圈，那圈子乱得很。林月疯狂抽烟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他搞个公司，找个经纪人带他，与其让他到别人手下去讨生活，不如顺着他，看着他，管着他。林月看我的眼神充满感激，你去做，钱我来投，这能有多少钱？你涉足娱乐圈，被人笑也笑死，我自己会去盘的。我对这块确实有兴趣，资本也有鄙视链，大资本不息的娱乐圈，我不关心他的名声，我只是纯粹不想他插手，我要把林静攥在自己手里。最后在我的斡旋下，我把林静成功带回了林家。林母涕泪纵横，心柔，你真是太好了，太能干了，谢谢你呀。他压着林静给我鞠躬，多亏了心柔给你收拾烂摊子，以后你再对他逼逼赖赖。林月对妹妹横眉冷对，林静当然不会对我逼逼赖赖，因为我搞了个公司把他签了下来，变成了他的老板。我对挖来的经纪人私底下吩咐，随便带着吧，也不用太费心，这是个富二代，家里希望他早点嫁人。不过林静真是顶啊，我这么背后搞他，他愣是在第2年报了2个剧，我也认了，反正我跟他82开，钱都进了我的口袋。我痛恨林静，但我不能跟钱过不去，这不道德。于是我让经纪人把他通告排满，他累死累活演戏上综艺，每个月给我赚个1800万。我又拿着他的名头去市场上融了4.8个亿，招了一群年轻弟弟进公司养着，然后我就养成了压力一大就跑娱乐公司的好习惯。看到一群年轻弟弟争着抢着叫我姐姐，还明里暗里要跟我夜光剧本，心情都变好了。Youth， 谢谢林静。就在我事业蒸蒸日上之时，林月有天打电话喊我去旅游，他们公司每年都有公费旅游，这几年我们俩处得不错，他总叫我一起去。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不疑有他，收拾了一下就过去了。其实我现在没怎么恨他了，毕竟他是我的第一桶金。他不但给我送钱，还带着全家并朋友圈一起给我送钱，这哪里是渣男，普陀山的菩萨都没他灵验。我大年初一都是先上门拜他，再去庙里上香的。我跟他关系不错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跟他现在没有任何情感纠葛，就是普通的生意场上的朋友，有事没事聊聊天，喝喝茶，交流交流信息，看看最近投什么挣钱，可以投机倒把。我们老总的生活一般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对林月的要求不高，他只要不要让我洗衣服做饭煲汤，然后什么怀孕流产替身，我就可以跟他非常友好的和平相处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我开车到他订的酒店，发现那个草坪上布满了粉色玫瑰，不是那种一小束一小束单纯的鲜花，是花大价钱做过造型的布景，主体雕塑是30多米的巨大玫瑰，很梦幻的一个场景氛围。他拿着束珠光玫瑰站在底下，然后我们圈子里的朋友林母林静他们公司的员工，所有人全都盛装出席，大家满脸期待地看着我。朋友们，我以为去海滩耍，穿了一双人字拖，指甲油都没涂，精心打扮过，特意把发型做得很完美的林月捧着鲜花走上前来。心柔，我以前不擅长和女孩子说话，也对恋爱一窍不通，你是第一个愿意耐心教导我、引导我的女孩。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跟一个女生有这么多话可以聊，跟你在一起总是特别幸福。现在我想把这份幸福延续下去，你能嫁给我吗？说着，他就单膝跪地，掏出了钻戒。我懵了，在那个氛围里，所有人都在起哄，摄像头也对准了我。但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他妈不想结婚，要结也不是跟林月。于是我一把握住了他的手，疯狂地摇起来。谢谢谢谢，谢谢林总给我这份殊荣。以前咱们只是合伙人，现在您居然要与我成为人生合伙人，这太突然了。我现在语无伦次，脑袋一片浆糊。这个案子太大了，你搞突然袭击，我也没个准备。来来来，咱们先到里面坐下谈谈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快去里面吃饭啊，上菜了没？林月的脸色显然不好看了，其他人也大抵明白这求婚没这么顺利，不过反正我给够他台阶了，又没撕破脸，他们公费旅游该吃吃该喝喝，高高兴兴往酒店餐厅里涌。林月有点难以面对我，假装自己还是个正经新郎，走过去招待客人。宋明贴过来，看上去要数落我几句，我抢先一步冷下了脸。林月他什么意思？今天他很不给我面子。宋明懵了，啊，这怎么是他不给你面子？求婚这种事他居然没有通知我，摄影大哥都穿得比我体面，我站在这个布景里画风都不一样，我发小红书别人都以为我把自己 P 上去的，要说我装逼。就因为这，宋明无语了，他为了求婚准备了个把月，跑前跑后花了300多万，特意让我们不要走漏风声。我又不是他女朋友，他求什么婚？我冷酷道，那不是因为你那个娱乐公司有很多奶狗，他着急了吗？他着急他就准备盛大的求婚，那他没想过会被拒绝，做事不谨慎，计划很草率。我本来觉得他是个很稳妥的人，没想到。我摇摇头，太莽撞，太冲动了。宋明听见我居然还反过来数落林月，彻底跟不上我的逻辑了。半晌，他目光呆滞地哎了一声，继续祥林嫂似的重复，你当众拒绝他，他多没面子啊。我这人有一点好，就是我从来不内耗自己，这不是我的错，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。
首先，他应该私底下问我，那我拒绝他，他也只是伤心，不至于丢脸。其次，他没做过预案，被绝了以后怎么挽尊，丢脸是他自找的。但他敢这么上，说明他对我是胜券在握呀。他打心里觉得只要他开口，我就会答应他。他把我当什么啊？他是不是看不起我，把我当玩物？宋明看我越说越气，连忙安慰我，当然不是，怎么会呢？你误会他了，他是真的喜欢你才会这么做。那他情商太低，我不吃任何道德绑架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锅也全是林月的，我够给他台阶下了。见我如此强硬，宋明已经彻底被我洗脑。他情商低，你也多包容他一下。你们都这么多年了，他对你怎么样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就赶紧跟他定下来吧。我们俩的事，你比我还清楚。你这么心疼他，那你跟他结婚啊，反正婚礼布景都在了，现成的手工西装我给你定啊。宋明简直要哭了。心柔，我又不是 gay， 我跟他是纯纯的铁哥们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把宋明喷得狗血淋头，正巧林月过来找我了，宋明仿佛见到救星一样跑了，还很注意不跟他有什么眼神上的接触，以免被误认为是 gay。我正在气头上，还没喷爽，示意林月跟着我进会议室，继续喷他。你今天什么意思？我还能有什么意思？林月沙发上一坐，掏出烟来，回过神来又不敢点，只在指尖夹着把玩。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该给我一个承诺吗？什么承诺？我们连恋爱都没谈过，为什么直接快进到结婚？恋爱都没有谈过啊！林月夹烟的手微微颤抖。那我们这么多年算什么？我给你做饭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开车接送，我陪你到处玩。19年你爸住院开刀，你在国外回不来，我在医院没日没夜陪你爸，那我对你没有付出吗？啊！我反问，你的哈雷我买的，你的手表、西装、皮鞋不是我买也是我挑的，但凡我出门都会给你带礼物。你说你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我订了几百杯送到你公司，从上到下人手一杯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不是第一时间订弄到，我还不够体贴。林月情绪缓和了一些，但还是很失望。你自己听听，像个渣男一样，你就是在吊着我，把我当备胎。我吊你？当备胎？我把手一环，林月，我当你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我这个人很大方，愿意对朋友付出。林月把头扭过去了，异性之间哪有朋友？好啊，感情我把你当朋友，你想睡我？我抓起人字拖就往他的定制西装上扔过去了。林父早逝，林月长家很早，他母亲又很娇惯，所以他这辈子没挨过打。被我这么拿拖鞋拍，他懵了，下意识蜷缩了一下。我立刻把另一只拖鞋拆下来举在手里，大为光火的在木地板上踱来踱去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这么多年只把你当朋友，没对你有半分小想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你是林静的同学，我们一起吃饭。林月避重就轻。然后呢，你他妈给我开价30万，让我做你的小情儿，因为我长得像你的初恋。我拿拖鞋往桌子上一拍，你觉得这样的开始我能跟你过？你疯了吧你？林月眼中闪过一丝愧色，那是从前，我当时也不熟悉你，而且我们很快就解开了误会。误会？你可拉倒！我冷笑，从你开口的那天起，你在我这里就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暴露出你的品性太过低劣，太恶劣了。什么男人一开口就对女大学生包二奶、包情人，认识第一天把我带回家要睡我，不守难得几把骨折。林月立刻坐直了。你这么说我不承认，我那是第一次，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情人，从那以后我也没有。别人出去应酬都带女伴，但只要你有空，我喊的一定是你，要不就是男秘书作陪我，绝对是整个京海最有难得的男人。至于为什么我们初遇的时候我会对你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，因为那是你呀，我看到你，我就知道我命中注定一定要跟你在一起。哪怕我说话情商低了一点，做事偏激了一点，对你有点强取豪夺，但我爱你的心是真诚的，这一点你必须承认。我惊了，上下打量着他。林月，你有点长进啊。去嘴葫芦的霸总，他都会说甜言蜜语了，要是我没看过原作，我都信了。我把拖鞋扔了，往椅子上一坐。你现在说的是好听，但我知道，如果这3年我不往高处爬，还是那个身无分文的女大学生，我现在就是你的金丝雀。不要说爱，你甚至不会尊重我。瞎扯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看过剧本的好吧，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。你会对一个贫穷的我提出包养情人这样侮辱我人格的话，这让我觉得你低俗放荡，很不善良，甚至恶毒，也让你今天对我的情爱变得非常势利，你明白吗？进入这种深层次的心灵沟通，林月就不说话了，这是他从没有想过的问题。因为他是一个男人，一个掌握大量资源的男人，在社会的丛林里，他一直是高位者，他从来不需要俯首看苍生。社会对于他的要求仅仅是胜利，胜利，胜利，不断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。然后作为女人的我，只要赢得他的爱，我就赢了。这套游戏规则是很畸形的。我看中的不是你对我的偏爱，我在乎的是当你取得了财富地位的时候，怎样对待那些境遇上不如你的人，这才是人品的体现。我们现在都有钱有势，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指着窗外走过的酒店阿姨，我们的人格和外面的这位阿姨是没有两样的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。可在你心里，在你们全家心里，你们都高高在上，可以碾压践踏其他人。他至今没有对我道过歉。给我安全感的不是偏爱，而是人品。我给他灌输了太多的新思想。我走的时候，林月还在里面独自消化。我回家之后翻开《简爱》，把那段著名的台词发给他。你以为因为我穷、低微、不美、矮小，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？你想错了，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，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。要是上帝赐予我才富和美貌，我一定要让你难以离开我，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。我现在与你说话，是我的精神与你的精神说话，就像两个都经历了坟墓，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，因为我们是平等的。我告诉他，这是一本写于1847年的书，这是一个200多钱的女人的心声。而今天是2023年了，快200年了，他们都不曾听见过我们内心深处的呐喊。这件事过后，有一段时间，别人都在私底下嘲笑林月是我的舔狗。有个饭局上，甚至有老男人提点他，不要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。我太强势太厉害了，
女人应该找听话的。以她这样的条件，大可以1个月换一个漂亮女网红，不然奋斗为了什么？林月的回答是，她很崇拜我，我在她心里很重要，她不想我再看不起她。做事先做人，她这么跟那位老板说，人家觉得她很清高，很装逼，但不重要，反正她是甲方。那位老板暗地里吐槽她，明面上会改把饭局约在茶馆，喝茶盘串，过上中老年人的养生生活。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，3年之期已到，我们的女主角徐珊珊回国了，我是从宋明那里得到的这个消息，而且是第一时间。我们几个老朋友打算约她吃个饭，你要不要来呀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们老朋友约找我干什么？因为你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我们吃饭怎么可能不叫你？宋明在电话那边笑哈哈的，反正知会你一声，来不来都没事。我觉得有点微妙，不过还是去了，因为我很喜欢凑热闹，看看我改变世界线后是个什么样子的命运走向。结果我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，就差林月。他人呢？开会去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他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行程安排。那他怎么敢来呢？你这话说的。宋明朝我挤眉弄眼。他不来，你叫我来，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啊。我只是知会你一声这事儿，总不能瞒着你吧？到时候被你知道多不好。宋明苦哈哈道。看来解决白月光回国这件事，也让这帮死直男挖空心思，不知道怎么安排才妥帖。我觉得挺可乐的，我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帮着林月避嫌，跟原作真是差了10万8千里。徐珊珊进来的时候，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五官，我们的五官走向确实有点像，但长相可以类似，气质是完全的大相径庭。我是那种不管在什么境地下都不觉得别人能像我的类型，更不要说我像她了。我始终有这个清醒的认知，可能是我特别傲气的缘故。徐珊珊反倒有点放不开。这是我们唐总。林静坐在我另一边，跟我很好的搀着手臂，展示我们是好闺蜜。珊珊姐，我们一直跟唐总说你长得很像她的。徐珊珊有点窘迫，就像原作中坐在这张桌子上被人说替身的唐心柔。美女都是类似的，三庭五眼。我跟她碰了碰杯，她明显松了口气。这张桌子上再没有发生什么 drama 的事，就是大家闲聊。我跟徐珊珊没见过面，但我这个人商务跑惯了，给她准备了一点见面礼，是一枚古典气质的珍珠胸针。后来男人们喝高了，她就换椅子坐过来跟我说了一会儿话，大家认识了一下。其实她的情况我大概知道一点，她家破产了，然后这位艺术生大小姐回国工作还债，眉宇中透着疲惫。你工作找好了没有？宋明给我安排了个工作，让我去管他家名下的一个酒店。我说那挺好的，跟他加了个微信，然后就无波无澜的散场了。我俩往外走的时候，林月的宾利静静地泊在外头，打灯滴了我一声。我坐上副驾驶，徐珊珊在车窗外跟他打招呼：阿月，今天你怎么不来呀？太忙了。林月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心柔来也是一样的，忙到现在还特意跑一趟，太辛苦你了。徐珊珊话赶话的客套了句，过11点了，肯定要接送的。林月说。徐珊珊看我们开走的时候，神情明显有点急然，还有隐隐的羡慕。我发微信让宋明送她一下。干完这个，我瞄了林月一眼，你很紧张啊？她估计就是让宋明给我报备这件事，然后自己躲得远远的。没想到我真来看徐珊珊。林月把着方向盘，直视着前方，内心基本已经要崩溃了。这么复杂的感情纠葛，你能处理成这样，确实不错了。就是什么叫我来也是一样的，我送他礼，你转头就说我是代表你，你是不是白嫖我的人情啊？对，我经常在外面这样蹭你的光。我勾了勾唇角。徐珊珊没有在京海停留，迅速就去了宋明家的酒店上任，那是个很远的城市。没过半年，这俩居然结婚了。我收到请柬的时候简直不可思议。不过想想徐珊珊迫切想要上位搞钱，宋明又是个好色之徒，原作里他总帮着徐珊珊说话，也是条舔狗，这个发展倒也不意外。林月跑去当伴郎，徐珊珊也邀请我当伴娘。这半年他跟我聊得比较多，说他实在没有什么朋友，临近这帮人挺势利眼的，看他家道中落，不太看得起他。可能他的朋友圈里，我是唯一一个待他比较和善的人。婚礼很铺张，两人结婚以后，徐珊珊生了个女儿。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哭着跟我说过不下去了，要离婚。原来他家道不是中落了吗？嫁到宋家很没有地位，不论怎么尽心伺候公婆都得不到好脸。宋明还在他孕期出轨，他起先会闹，可是一闹就挨打。他想生个儿子，给宋家传宗接代就好了，结果生的是个女儿。宋明于是连结婚证都不跟他领，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坐月子根本没有人照顾，而且他们也不给他家还债，钱上面看得很严，生怕他补贴娘家。我早就猜到是这个结果了。那你带着女儿过来吧，我房子挺多空着的，你随便选一套。他懵了好一会儿。心柔，我也只是跟你诉诉苦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这样的情况离了他怎么办？我怎么养女儿？你不会出门赚钱吗？我给你请个月嫂带孩子，你以后赚钱了把房租和月嫂钱还我就成。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，我也找不到工作，外面工作不好找。林静的经纪人这几天想辞职，你过来顶他吧。他还是跟我推脱，翻来覆去哭着那几句话，离婚了不好，他不会工作，他养不起小孩。我订了张票直接飞过去，跟他聊了一下午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吗？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，觉得有了男人什么都能好起来，但天底下哪有这样平白无故的好事？你看你嫁到他家，看上去是做阔太太，可你生孩子、做家务、操持家里，一分钱没有。我家阿姨年薪带奖金20万呢，我敢打骂他吗？只有他数了我的份。可是我真的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好。我没有去过社会上打拼，外面是丛林，但这里是地狱，在地狱里你没有做人的尊严和价值。他那一瞬间眼神彭显是有所触动的，我也不再跟他多说，进屋以后就说我要带他和女儿去我们那儿旅游。宋家父母很早就认识我了，对我是很客气的，也不怎么想要搭理这个媳妇，很轻易的答应了我的要求。他收拾出来就一个行李箱，抱着女儿当天就跟我飞回去了。
我把她安顿在一套房子里，找好了月嫂过来带孩子，然后让我那位经纪人姐妹过来跟她聊工作，带她。她第二天就去公司上班了。当天深夜，徐珊珊给我发了条微信，昨天我以为我一辈子也就那样了，绝望到想抱着女儿自杀，没想到第二天我就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。我回她的是第二性中的一段话。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，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，都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，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。女人的不幸则在于，她几乎被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，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，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。当她发觉自己被愚弄时，为时已晚，因为她的力量在冒险中已经被耗尽。徐珊珊知道她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非常努力，也很用心的在学，在经纪人离职后帮我顶了上去。徐珊珊和林静这对原作中的闺蜜很是互相折磨了一段时日，后来林静因为太过嚣张跋扈，她防了一次，徐珊珊占据了主动权，终于不用在她手下受气。我认真带了她1年，把公司交到她手里，让她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她女儿管我叫我干妈。林月很后面才知道我们搞在一起，她很震惊也很慌张，后来发现我们真的在一起搞事业，跟她无关，也对她根本不感兴趣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但是她始终不敢跟徐珊珊见面吃饭，他们唯一一次打电话是徐珊珊找我对合同，她接起以后，她立刻说：“你怎么能随便动人家手机？”林月气得半死，我怎么就不能接她的手机？徐珊珊对于她的观感从此就变成了那个男的，而且跟天底下所有的闺蜜一样，觉得她有点配不上我。再说宋明看到徐珊珊跑了，居然发展的挺好，变得这么容光焕发、雷厉风行的一个御姐，就回来纠缠她。徐珊珊说：“我很忙，你跟我助理约时间去。”然后行程排到2年外。宋明在公司闹，在他家闹，但没有结婚证，不算家庭纠纷，被抓去拘留了。他出来的那天，林月还骂了他一顿，说他这事上非常混蛋，品性低劣，不像个男人。后来他就老实很多。宋明很怕林月不理他，有点 gay 里 gay 气的。我跟徐珊珊说：“你是真的天选之女，命中注定就没有那张结婚证，也不用什么离婚冷静期，在事业开始之前就先把女儿生好了。”徐珊珊现在对这事儿的看法也很乐观。宋明人虽然辣鸡，但女儿给我生的又漂亮又聪明，浑身上下也就条 X 染色体可看。后来徐珊珊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小狼狗在一起了，她把小狼狗捧起来，小狼狗拿了影帝，哭着说要给她带孩子，不给带就解约。我说那赶紧的，在一起吧，解约了我这个明年的财报不能看了，两人就同居了。林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极度的变了形。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只是男朋友？我不配跟你结婚吗？人家只是同居啊，我们都没有同居啊。林月越说越委屈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，每天很忙很累，回家还要开半个小时的车去找你，有时候你都不在，也不知道你在哪儿，跟什么人一起，你微信都不回我，那你住过来吧。我感觉他最近因为这个事情有点焦虑，可能因为所有人都在问他什么时候我才会嫁给他，他看到我们公司这么多小奶狗，压力很大。同居了一段时间，他精神状态好了点，有天在床上问我什么时候结婚。我跟他认真探讨这个问题，婚姻制度已经落后了，它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现状，所以这么多人才不结婚。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然后他居然哭了。我不管婚姻制度落不落后，我就是想结婚。你这样，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已经10年了，10年，我在外面却还只是你的男朋友，那个姓白的小白脸可以忍受，但我是跟你白手起家的呀。唐心柔，你说过我要什么，你都会尽力满足，那我就是要那张纸。我后来想了想，也行吧，无所谓了。我虽然不是很有道德感的人，也不太想负家庭责任，当初跟林月处对象，纯粹因为感觉他活挺好，睡一睡也没关系的嘛。但他因为我的这种玩玩的态度，受了很多精神上的折磨，我对他有愧疚的。而且他这几年也长进了，跟原作里判若两人，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都有修养多了，不但是个正常人，而且比正常人这条标准线都要高很多。人品在我见过的男人里，基本上是数1数2的，认知上也能接受全新的东西，会站在我们女性的角度看问题，跟普通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觉得也没大关系，反正以后处不好可以离婚的吗？法律保护的是有钱人，我连财产交割这块都不虚。我是行动力超强的人，第2天就带他去了民政局，他拿了证出来，很虔诚地跟我说，以后我生病动手术，你就可以签字了。你不怕我把你气管啊？你这人杀心太重，刚结婚就要杀老公。林月摇摇头，现在她也会反过来对我进行道德说教了。我们的婚礼非常盛大，非常铺张，我是完全不愿意这么操办的。但是林月坚持，我在这个地方跌倒过，我就要在这个地方爬起来。我必须要大操大办，告诉所有人，我林月终于舔到了。没有必要这么谦虚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现在是法律意义上的老公，你说话可以硬气点。那你今天晚上给我睡一下，我真的要被他笑死。不过事实就是结婚真的很费神，我们也都是30多岁的人了，没有那些世俗的欲望。当晚就在庄园的花园椅上静静地靠着，月色繁星。他很温柔地问我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走到现在其实很牛逼，我几乎改变了这个故事里所有人物的命运走向。我让我自己站到了一个所有狗血都见不到我的位置，让环绕我周围的全部变成了好人，不管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。我也尽我所能去帮助了现在死局里的那些所谓恶毒女配，没有伤害过他们一丝一毫，即使我能，那是自然的。林月点点头，那以后呢？以后你还有什么心愿？我想了想，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猎奇虐文，我希望所有女人都去社会上敢拼敢杀，我希望所有人能认可家务和母职的价值。林月看着我良久，忍不住低声靠了一声，我可真吃你这套。他是我的信徒。全文完。